大家好，我是杨根爸爸。今天继续来看之前台湾的5块主板中的第4块主板啊。那么在上次呢，发现它这个 WiFi 给它吹歪了，短路了。后来呢，我们发现它加电以后，它的电流是多少呢？是 0.6，CPU 和内存有发烫。我们再来确认一下啊。0.6哦，稳住了不跑码，那正常的。我因为 eMMC 我已经拿开了的 eMMC 我确认了是好的，没有问题。所以呢，我们接下来就看这个主板。主板的话，我查了各路供电，没有明显的短路，并且呢，上电以后呢，各路供电都出来了，但是 CPU 这2路供电不出。然后呢，我又发现它这个座子 eMMC 的座子的第8只脚没有组织，这个液晶座子的第6只脚没有组织。但是呢，这些脚都直通 CPU 的。好，还有一个问题啊，我之前不是修了一台 USB 没有组织吗？这台机器的 USB 也没有组织了，那这个问题就严重了。那现在严重怀疑啊，这块 CPU 这很明显啊，这块 CPU 和内存之前被吹过，那这块 CPU 我感觉已经损坏了，有可能。然后又有那么多没有组织的脚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就只能把这个 CPU 取下来了。测一下这个 CPU 本身这些角上面有没有组织，如果这块 CPU 已经损坏的话，那就没有修下去的意义了。所以呢，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取这块 CPU 吧。哇，下面一塌糊涂OK 啊 ，CPU 已经轻松拿下来了。然后呢，我们看一下它的焊盘。焊盘好像没什么损伤啊，但是 CPU 一看问题就来了。我发现啊，它的 CPU 大面积的顶都已经脱焊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怀疑啊，因为这块 CPU 被它反复加热过，我觉得是不是因为它这个焊剂的问题啊？我感觉它这种焊油不是焊油，而是脱焊油，阻焊油。怎么会把这些顶啊弄得都上不了漆的呢？这就是为什么我测到有很多引脚它没有组织的原因了。那我们先确认一下它 USB 2个引脚在它的这个 CPU 上面有没有组织吧。如果有组织的话，那我们就有希望了。我们看一下，板子是通的哦，就不用看了，因为右眼一看这2个点就已经脱焊了。怎么会点都不见了呢？放显微镜下看吧。OK，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哦，它这个 CPU 上面好像有好多吊点，但是呢，这个点又不存在在这个主板的焊盘上，主板上面下面都是焊油味，这边还有焊油的结晶，感觉好像是松香，对，结成一块一块的，它这个东西没有粘性的，应该是松香型的焊剂。关键就要看这块 CPU 它这个脚能上漆还能不能上去。如果能上去的话，那还有救；如果上不去的话，那基本上就是报废了。OK， 接下来要尝试上漆了。OK 哦，搞了好久啊，运气还算好，它其实焊盘没有坏，但是呢，在那些不上漆的焊盘上面，我刚刚拿尖头烙铁戳过去哦，感觉上面有一层黏黏的，我感觉就是它那个焊油啊被吹干了以后形成了一层膜，导致它这个漆啊反复上不上去。OK， 接下来啊，现在基本上每个点我看了一下，都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了。然后呢，我们把它的漆给吸干净。另外呢，那个 USB 2个点我测一下，它组织是在的，所以呢 CPU 大概率是活着的。开始啊，把它吸给吸干净，它这个直球。OK， 差不多了，然后把它弄干净。
抹了干净了，我们准备直球。终于啊！OK 啦 ，CPU 呢已经弄好了，那接下来就搞一下它这个焊盘了。OK， 差不多了，希望别有漏网之鱼啊，不然我吃不了兜着走。接下来我们要放 CPU 喽。OK，CPU 指好了，这次应该没什么大问题。CPU 焊完了，刚才要测一下 USB 的组织，这里的第8只脚和这里的第6只脚的组织全都出来了，真是个好现象。然后测了一下，也没有什么短路了。那我们就插电看看啊，现在是没有 eMMC 的情况下，我们插电加电没有漏电啊。开机0.24，哎，这个电流好像还比较正常。一般性正常的话是0.2左右，它好像稍微大了一点点。那这可能是 CPU 的个体差异，当然也有可能呢，这两个内存下面被它吹过了，也有可能是有问题了。那么既然这个电流算大致是正常的，我们上它的 eMMC， 我们看一下。来，原装的 eMMC 来了，这里还有进水的痕迹。呀，插不进去。刚才我在测的时候，我也发现 eMMC 的这上面3只脚它不动，为什么不动呢？是因为它那个通箱的焊剂啊渗进去了，所以呢，我们把那个焊剂洗一洗吧。OK， 来，我们看看能不能插进去了，还是很硬啊。OK 哦，这个座给它清扫干净了，然后呢，有一只脚它凹进去以后啊，断在里面了，然后把它抠出来搞了一下，搞得有点难看哦，但是应该是没有问题吧。我们先插上这个 eMMC， 现在能插进去了。大家注意啊，这个网友他用的这个焊剂啊，干掉以后会凝固这种焊剂，我感觉它这个应该不是精密电子可以用的那种焊剂，我感觉是用错了吧。所以呢，这种焊剂最好不要用。你看，虽然是免清洗的，其实不腐蚀的，的确是不错，但是呢，真的不适合。它这边就是因为这个座子里面进了这种会凝固的焊油啊，导致啊，你看这边到处都是这种焊油。OK， 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这个电流。
开机，还老样子哎，0.2不动，怎么办呢？刚才我仔细的看了一圈，我发现啊，这边我以前的经验哦，我发现这个小芯片它缺的刻掉一只角，跟我之前那块主板一样，我觉得这很有可能是这块芯片的问题，我们换一个再说吧。我们可以先把它拿下来，一个角碎掉了，处理一下焊盘。这里有颗电阻，这个电阻怎么那么黑啊？重新焊一下。这颗电阻我觉得有点问题了，焊盘都腐蚀掉了，反面倒还可以。10K 的电阻啊，看这个组织很标准，所以呢，这个电阻是好的，能焊回去。OK， 然后呢，它这个芯片我现在没有了，怎么办呢？之前我修好这块板，去把它拆掉吗？挺不情愿。很不幸啊，我找了一圈啊，我这边没有其他的料板可以用了，那只能把这一块芯片拆下来给他。那我们就开始干吧。我要拆掉一块比它还漂亮的板。OK。随意找一个 iPhone 的光网 ，iPhone 7的光网 ，iPhone 7的光网有这9个点。好的，归位了啊！接下来我们就测试吧。接下来我们就给它加电，然后看一下电流了。开机还是老样子。这是怎么回事呢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在把它装到机上面去了。いいね。然后呢，刚才我发现了，我接上电脑以后发现它打开了自动注入，所以呢，开机它不进系统是很正常的。我刚才把它那个自动注入给关闭了，我们来看一下吧。我希望可以 OK 哦。我们看一下电流，看一下有没有奇迹哦。我也是第一次开，1、2、3，开机。电流在走，屏幕我看到它亮了，这个现象很 OK 然后呢，它现在电流不动了，是应该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的 WiFi 芯片之前不是也是短路了吗？被我拆掉了。屏幕现在不亮，这有点不正常。但我刚刚看到屏幕是亮的。把电源关掉，我看它屏幕显示什么东西啊？开机，中间它亮了。第一个 logo， 它只亮一个 logo， 这个奇怪了。来测一下它的电压，情况真是复杂，这个机箱。CPU 这边供电出来了，这颗供电不出来，有其他的问题。OK， 不管怎么样呢，我先把它这个 WiFi 芯片给它焊回去了。差点忘记，它这个不光是 WiFi 芯片金正也没有，那我要牺牲我的料板了。这边有一个金正。
OK， 刚才我辛辛苦苦线刷了一个系统，然后呢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，大家看一下，卡第二个 logo 了。OK， 昨天晚上做了很多尝试哦，我把这个 WiFi 下面的 WiFi 芯片的供电和它的晶振分别引出来都测过了，供电 1.37伏 OK， 晶振 37.4兆，用示波器也量出来了，都知道这一步就卡住，就像这个样子哦。我现在先给它到了注入模式。然后呢，我们把它转过来啊，它现在已经在注入模式，我用电脑注入的。现在线上到 6.1 版本，然后我们注入成功，然后呢，大气层就起来了。因为它原先是9点几的系统嘛，容段数是12了，你不用大气层去引导的话，它是进不了系统的。OK， 再启动哦。然后 logo 出来，一切看上去都很顺利哦。第二个 logo 出来，然后呢就卡在这里了。那这个时候我去测它的晶振呢，它这边供电和它的WiFi芯片的时钟都已经起来了，所以呢，我感觉就是这块板底啊，应该就是哪里有问题了。那表现为就是这个 WiFi 芯片的自检或者说驱动加载失败导致的。估计呢，它因为它这块主板进过水啊，而且呢，之前那个可能维修商家吧，他把这个 WiFi 边上的晶振也去掉了，可能也是查到这边周边有什么问题吧。所以呢，我现在就建议顾客呢更换板底，更换板底可能是现在是唯一比较现实、比较可行的方法了。当然呢，我昨天注意到这边右边第3颗电容缺失了，然后呢，我在整理它下面电源这边有点东倒西歪的电容的时候，我在这个电感和电容之间找到那个电容，待会儿再把这个电容焊回去试试。OK， 焊接完了这颗电容以后，结果还是一样哦，还是卡在这里。好，那没有办法了，接下来就考虑换板底了。Hello， 大家好。之前呢，台湾这个朋友的这台4号主板呢，进到第二个 logo 卡住了。然后呢，我给他换了 WiFi 模块以后呢，还是卡 logo， 我总觉得是其他地方有问题。结果呢，从他这边拆下来这块 WiFi 模块，我装到了我这块主板上以后呢，发现相同的有卡 logo 的现象，就说明它这块 WiFi 模块可能已经坏掉了。之前就是因为我没有多余的 WiFi 模块了，所以没法子给他做的测试。因为前2天我又获得了2块料板。所以呢，今天我就从这个料板上面把这个 WiFi 模块拆过去试一下，也许呢，就是因为这个 WiFi 模块的问题导致它卡 logo 的。那让我们开始吧，碰碰运气吧。OK， 好了，完全洗干净了。那么这边的焊盘就给它擦干净，准备焊接。好，这样就 OK 了，放一边。然后呢，我们拿出我们的料板。好，这里面有一颗全新的 WiFi 芯片，那么我们就拿它开刀了。有点舍不得。OK， 接下来我们重点处理这颗芯片。
OK 了，没问题。擦干净汗油。好了，芯片很新很干净哦。芯片已经到位了，然后我们刮锡。好，每颗珠子都很亮，很漂亮哦。OK 哦，接下来啊很重要，一定要给它归一下位。OK， 漂亮。好了，芯片放一边啊，接下来我们要准备焊接了。胜败在此一举，还是这个角度。最近我发现用刷子啊把这个焊油抹平，我觉得挺有意思的，这样会比较好一点，下面就不会冒泡了。OK， 然后我们的新芯片。OK， 关键时刻来了。边上焊油在冒出来了，我觉得可能差不多了。OK， 它已经归位了，我们再轻轻推一下，没问题了吧？等它冷却啊，擦干净以后我们再试一下。这里有一根刷子上的毛都已经碳化了。OK， 然后我们擦芯片，尽量啊把它擦干净点。好了，我觉得已经差不多了，我们装上去测试一下。那这卡logo的现象呢，是很典型的 WiFi 模块没有正常工作的现象。但是呢，我给它换了好多的 WiFi 模块啊，尝试了很多次，结果呢，我都是确认好多 WiFi 模块，它居然还是卡logo。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主板或者跟 CPU 之间的 WiFi 通信的问题，或者是 WiFi 模块周边有什么元件损坏啊，那种小元件的损坏。小元件的损坏我也查不到问题出在哪里，所以呢，今天就给它做一个了断，就是我想尝试的是把这一块 CPU 给移植到其他的确认好的主板上。那本来呢，我是想从国内买专门用来移植的主板啊，但是呢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另外呢，之前我自己翻车了一台机器 ，CPU 坏掉了，所以呢，这边就多了一块能用来搬板的主板。所以呢，我今天就打算把这块 CPU 搬到我这块主板上去，就是这块啊。这是块很新的主板哦 ，HAC CPU 21的。那它是什么故障呢？它是开机瞬间的成品，开机瞬间啊，不是开机过了一段时间成品。经检查呢是 CPU 的 1.8 伏，这只脚的组织有变化不正常了，所以呢，让我们开始吧。那首先啊，我要把这块 CPU 从这块主板取下来。
OK，CPU 的直球我现在已经织好了，也是那个4号。然后我们要处理一下这个焊盘。OK，CPU 上定位，定位完毕以后，然后我们开始焊接。现在这块 CPU 焊到新的主板上了，我们插上它的闪层。然后各路供电组织我量了啊，都是正常的，没有短路。那我们装到机身里面测试一下吧。找个电源，我们开机看一下电流。开机啊，我是自动注入模式啊，所以呢，这个电流是正常的。好，电脑有声音了啊，我们看一下，现在是注入模式啊，那我点注入 ，OK， 现在注入成功，我看一下，背光亮了，背光亮了，来，我们把这屏幕转过来看一下。情况不妙嘛？啊，来了，关键就看啊，这个卡螺骨能不能过去啊？它现在6.1的大气层，为了绕过熔断，不要卡住，千万不要卡住。完了，那如果还是卡在这边的话，这样就说明这块板是没有用的，而不是这块板，那是这块 CPU 的问题了，肯定是 CPU 跟 WiFi 的这个通信的部分出了问题啊，所以导致这个地方卡住过不去了。那我只能这么理解了。那这台机器真的很遗憾，肯定是 CPU 受到损伤了。那没有办法，这个台湾的这块主板，这第4块主板呢，我只能修到这里了。就联系台湾那边呢，给这块主板判了个死刑。没想到呢，这块板的主人啊，他在问有没有好的 CPU 可以给他装上去。哇，我是没想到啊，因为那个搬 CPU 的价格还挺贵的。结果我给他报了价以后呢，他居然接受了，我也没想到。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就打算我这边啊，正好多余一套是可以注入的日版的 CPU， 把这个东西呢，先搬到他这个主板上试试了。我能用他自己的主板，尽量用他自己主板。希望可以成功吧。万一这块主板还是不行的话，那我就搬到我这块我的主板上试试。OK， 那希望今天啊可以对这块主板的维修有个了结啊，已经拖了好几个月了嘛。那么让我们开始吧，我们先来处理这块主板和 CPU 吧。
OK， 这块 CPU 现在已经焊上去了。哎呦，真的是，刚才在 CPU 的时候视频忘记拍了，对吧？挺后悔的。那这个是台湾那个朋友的主板，然后呢，我把我这块日版的 CPU 和 eMMC 给它插上去。OK， 这个，它这个 WiFi 芯片我换了自己以前买的 Broadcom 的，在其他主板上 Bluetooth 是不能用的，所以呢，我这个 Bluetooth 的天线要给它插上。我待会要确认一下这个手柄是不是 OK， 不 OK 的话呢，我还是要给它换芯片。好了，直接就插这个电池了啊！这块芯片没有打开自动注入，所以呢，应该能开机。我们开机。其实我刚才已经看过电流了，应该是可以开机的。诶，怎么不亮？我看过电流的呢。那我们还是看一下电源吧，看不到电流，心里没底。屏幕不亮，有点紧张了。开机。诶，奇怪了，现在怎么不行了？刚才是好的，刚才是动的。难道是 eMMC 的问题吗？完了，我们重新插了一下 eMMC， 我们再来一次。开机，哎，真的不行了。我刚才裸板我看过电流是好的呢。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啊？我们在裸板看一下，家电不漏电，开机，真的就不动了。刚才明明是好的，我再检查一下。OK， 我刚才注入了一下，我知道原因了啊。估计呢，它这个 eMMC 座子受伤了。刚才第一次我测试时候是好的，把它插了一下以后呢，它的 eMMC 认不出来了。但千万不要是 eMMC 本身坏掉，我可能没有备份。如果 eMMC 本身坏掉的话，这块 CPU 就等于报废了。OK 啊，我换了块主板，把这个 eMMC 看了一下啊，这一个 eMMC 是读得出来的，就说明呢这块主板的这个 eMMC 座子之前这边受伤了，所以现在呢不稳定。那没有办法了，那我把这个座子也给它换掉。OK， 那首先要把这个旧的座子给拆下来。好了，我们换一边。OK， 接下来想办法把它吹下来。哪个方向？这里有塑料的座子。OK， 这个其实还挺耐搞温的。我再去拆一个座子，我先把它脱一下锡吧。OK 了啊，它这个带缺口的这个我已经把它拆下来了，然后呢，从其他的板子上拆了一个好的座子，然后接下来要把它焊上去。
OK， 然后我在显微镜上看一下有什么不好的地方，我就给它补焊一下。OK 啊，我拉近了看了一下，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啊。然后我们把这个焊油洗干净。我来插一下我们的 eMMC 哦，感觉像手感，咔嚓，感觉非常好。然后呢，我们上到那个机身上，我们看一下到底行不行。OK 了啊，现在呢座子给它换好了，然后呢我们也装到筐里去了。我们开机看一下，正在 CG， 这次应该问题不大了。开机了啊 ，Yes， 不要卡 logo。OK，logo 过去了，搞定。这就是我之前那块 CPU， 看一下它的序列号7937哦，没错。OK， 插进去没有反应，可能是这条排线断掉了。看看另外一端吧，左边这边 OK 啊。然后我们重新再试一次，插入，哎，还是没有反应，应该是这个排线坏掉了。这个我待会儿再查一下，看一下互联网，互联网也能找到啊，没有问题。看一下 WiFi。WiFi 果然是不行哦，我那块 WiFi 芯片有问题，那我待会儿再给它换一下 WiFi 芯片。OK， 那我刚才花点时间啊，它这个手柄，我再先说一下这个手柄为什么不识别，就是因为它这里面第三只脚这个地方有地方腐蚀了，不知道能不能看清。然后呢，我给它飞了一条线，然后呢 WiFi 呢，我给它换了一个我这边的 CYW 的芯片，然后呢，当然了，开机了。大家也能看到我这个手柄插在上面了。我们来看一下手柄，看到没有？两边两个手柄都识别喽。Yes。然后 WiFi 也是 OK 的。互联网设置，看到没有？这是我家附近的 WiFi， 它都找到了。这些都在2楼哦，信号很 OK。当然了，还有一个最关键的是 Bluetooth 我拔掉了，大家有没有看到？那就是一切正常咯。当然游戏也是 OK 的。OK， 游戏现在也可以进去了。那么这台机器呢，这块主板应该说，这是台湾这第4块主板，什么问题呢？是修了好多地方啊。首先呢 ，CPU 被吹开了，WiFi 芯片吹歪，有 WiFi 短路，这个 WiFi 芯片边上金正没有。然后它的那块 CPU 被我搬了以后呢，我发现呢还是卡 logo。那我怀疑啊，它这个 CPU 为什么卡 logo？ 肯定是我觉得可能是跟 WiFi 之间的 I/O 接口有坏掉的。为什么坏掉呢？很有可能是因为之前它这块 WiFi 芯片吹短路了，可能 WiFi 的电源就冲到这个 CPU 这边去，把它这边 I/O 给弄坏了，真的挺遗憾的。那确认那块 CPU 坏了以后呢，那我搬了我好的日版的 CPU 过来了。然后呢，又发现它这个座子有一只脚又不好，那之前接触时好时不好呢，座子我给它换好了。最后呢，我又发现呢，它这个手柄，这个右边这个手柄不识别，那是因为这个板曾经是进水板嘛，第3只脚断线补完了以后呢，现在这块主板就彻底恢复功能了。当然了，它的 CPU 被换掉了嘛，所以说呢，拿一个人做比方吧，他的身体呢还是这个人的身体，但是他的大脑呢已经是其他人的大脑了。OK， 那无论如何，不管怎么样，这块主板就这样告一段落，算是修复了。那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